那么黄律师，你看哈，这样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呢，就是我们的 MCO 了，老板可以炒人嘛？就老板可以炒掉工人嘛 You're fired. I have no choice. You're fired. 欢迎收看我们的大法律小智慧，我是邱律师，我是黄律师，大家好。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呢，老板跟工人呢引起了很多有关于薪水、休假时间和年假使用的问题。今天呢，黄律师将会和我们一起谈谈一系列常见的问题，希望他的解答呢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老板还有我们的工人。然后呢，行动管制令期间呢，老板是否继续应该要支付我们所有的工人，包括不能在家做工的工人的工钱还有津贴呢？黄律师。OK， 关于这一点呢，人力资源部已经发布指令，指示所有工人在此期间均有权享有全薪，并且老板不得以在这时候强迫工人利用年假 （annual leave）。但是根据劳资关系法 （Industrial Relations Act 1967年）说，每位老板都有权利和特权以他们认为适合企业健康的最佳方式去处置公司，就是说，他们还是可以以他们的方式去处理事情的。可以明白。那么黄律师，如果老板面临严重的现金流量的问题，就是我们的 cash flow 的问题啦。那么有什么立即的解决方案提供给我们的老板呢 ？OK， 关于这个 cash flow 的问题呢，我觉得在大多数情况下，老板一定要按照雇佣合同，就是说 employment contract 来给工人工钱，因此老板只能通过与工人达成协议来降低工钱。OK， 老板应尽快与他们的工人交谈，就是谈以了解是否呢可以商定减薪的措施，并且应书面记录，就写起来哦。如果老板单方面实行减薪，还没有经过授权，然后就把员工的工钱扣掉了，老板有可能面临以下潜在的责任。OK， 对于1955年就业法涵盖的工人，老板一经定罪，可处罚不超过1万令吉的罚款。OK， 大家要记住，这个是1万令吉的罚款。工人可以辞职并提出建设性的不公平解雇，或者因为老板违反雇佣合同，或老板非法扣除工资，就扣除薪水，提出索赔。OK， 老板们要记住，员工还可以进一步向劳工部投诉那个老板。好的，哇，这样子老板的那个潜在的责任也是非常的大。对。那么黄律师，你看他现在经济不好啦，然后工作量又这样少哦。OK， 这样子老板可不可以短期裁员呢？就是说 temporary 裁员这样子啊。OK， 关于这个问题呢，短期工作裁员是一种临时的措施，不要邱律师，这个临时的 HR 在一段时间内不断向工人提供工作，没有工作给他们 ，OK， 因此不提供任何报酬，就是说没有给他干绩，可是同时还保留他们为工人。通常这个是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比如说你工作不足，或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啦 ，OK。明白。那么黄律师，你看哈，这样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呢，就是我们的 MCO 了，老板可以炒人嘛？就老板可以炒掉工人嘛 You're fired. I have no choice. You're fired.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golden question 我觉得 OK。根据1967年劳资关系法第13条括号3条讲，老板有权裁员，如果裁员的原因是因为工作量少了，工人数量多了，或者是由于公司重组的原因。可是老板的权利受到法律的限制，不是说他们可以随便怎样就怎样，说他们应该要善意行事，不可以说随便就去炒人，不可以这样子做的。就是说他即使说他炒掉一个人的话，他也是要做合理的方式，不可以跟着他自己的心情炒掉就炒掉。对，不可以说爽炒人就炒人，不可以。明白。那么黄律师他刚刚你讲
说如果裁员的原因是因为工作量减少，那员工数量多的话啦 OK 老板是有权利去裁员的。 OK 那么在裁员之前呢，老板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OK， 我觉得这个是邱律师很多老板现在要问的这个问题，都在爬，到底这个问题要讲解决。OK， 我觉得老板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通过采取适当措施，比如你可以限制员工招聘，你不用请这么多人 ，OK， 你限制加班，你不用这么多 OT 了 ，OK， 减少员工一周的轮班或工作日数，可能一个星期你做工5天或是6天，你不用做这么多天哦，或者是减少工作时间，比如说你是从9点做6点，你不用做6点哦，你可能做到3点4点，看你们的工作性质怎么样，还有你公司的那个工作环境 ，OK。还有说，也可以考虑对员工进行再培训，或是调动到其他部门或其他的工作。但是，如果在采取以上措施后，仍然觉得多变，有必要裁员，然后老板应该按照良好和公平的劳工惯例去执行这些步骤啊。然后黄律师想问你一下哈，是否有法定的要求哈，在解雇工人的时候，至少支付哈这个最低的那个遣散费，或者是这个解雇费嘞？如果说解雇的原因哈，是因为工作量变少了，而员工的数量还是那么的多呢？我觉得这个是很多那些做厂的老板呢，大企业老板都面对这个问题。OK， 首先呢，我们要看那个雇佣合同，看那个之前他签的那个 employment contract 是否存在有员工这个规定。如果是这样，必须遵照那个合同去跑，并相对的对那个员工提出那个写出的那个赔偿。OK， 我们知道在马来西亚，因工作量减少而被裁员或终止服务的工人，并且在解雇日期之前至少工作12个月的工人，有权利获得该雇员规定的最低解雇津贴，这是根据1980年解雇和解雇津贴条例。但是，该条例规定的解雇福利仅适用于就业法1955年管辖范围之内的工人，任何不在这个雇佣法管辖范围之内的工人呢，均无权获得遣散费、补偿金或者雇金的支付。OK。其实呢，这样子说呢，其实老板在炒人家之前呢，也是有很大的那个liability 啊。因为他们有很多东西需要考虑到，OK， 非常的感谢呢黄律师今天与我们的分享，希望呢我们这支影片呢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老板还有我们的工人。老板们记得在炒人之前一定要遵守，就是如果说你们的现在的公司的工人还是很多，然后你们的工作量减少了，你们要炒人的时候，你们必须要记得就是说像我们黄律师讲的，先减少这些工作日啊，或者是先就是说慢慢的减少该做的东西，先把最后一个 step 炒人的才做。然后最后呢，喜欢我们这支影片的朋友呢，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然后like我们的 Facebook page， 还有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好的，我们向我们的观众朋友讲再见，拜拜。